难道那令牌不在宣皇叔身上？皇叔在外多年，丫头只与他有过1年时间，这件事还需要查清楚。想到这儿，萧文景心思沉重，而对于刚刚柳清月的提问，只粗略提了提，随后便借口有事，人便离开了。柳清月站在门口，看着眼前漆黑的夜，眸光逐渐幽深了起来。这件事要查清楚。翌日，朝堂上，朝会才刚刚开始，以吏部尚书为首的大臣便纷纷站出来参奏柳清风，说其并无大功，而且官职与理不合，无法服众，请陛下三思。今日是柳清风第一天上朝，因为此刻这情景，严肃的神色不禁又冷了几分。妹妹说的没错，这些人定会不服。不过此刻他不能说话，当下柳清月心思快速翻涌，然正是这个时候，一股强烈如实质的视线朝自己看了过来。柳清月不得不抬眸看去，是陛下。好家伙，陛下这眼神真是打算让我出头了。这算不算一件好事啊？成为陛下手中的刀，随时随地的斩杀那些权势滔天的权臣。哼，这皇帝还真会找人。看在他慧眼识珠的份上，今日这事我出头了。哎，得。柳清月收到陛下示意，便缓缓上前。诸位，你们都是陛下的肱骨之臣，你们不想着为我大周出谋划策，却将眼睛落在某个肱骨之臣身上，莫不是觉得自己能行？柳大人，你这话就有些私心了。什么叫肱骨之臣？那是为我大周做出重大贡献之人。你大哥不过是当众比试了下功夫而已，怎配担得起右骁尉一职？说，是不是你蛊惑了陛下？吏部尚书直言发难，将这件事情推到了柳清月的身上，只将这事儿说成是柳清月蛊惑了陛下，而并非是陛下的私心。柳大人，这里是朝堂，不是你可以放肆的地方。先前你肆意妄为也就罢了，今日我等所言之事，的确是什么？你们自己愚蠢也就罢了，竟敢衡量陛下，你们该当何罪？高位上的皇帝，因为柳清月这突然的话，威严的眼中闪过一抹笑意。这丫头果然不让我失望，这帮老东西当真是太闲了。太傅不满柳清月放肆，站了出来。柳大人，你休要打着陛下的旗号发号施令，这里是朝堂，不是你该放肆的地方。柳清风看到这里，心下也不禁担心了起来。太傅可是圣上的辅佐大臣，有清君侧之权利，此刻他站出来，妹妹怕是……陛下是天子，是我大周的天，只要是有才之士，且能为我大周鞠躬尽瘁，区区赏赐一个官职而已，为何不可？放肆！休要避重就轻，混淆视听。陛下是天子，自然可以做任何。不过这律法……太傅既然认可下官所言，那便不要说那么多，不仅没有说服力，反而令人生厌。柳清月说教一句，无视太傅那杀人的目光，又继续开口：太傅大人既然认同下官所言，那说明此事并非你们口中所说，而是诸位的私心。诸位不过是眼红罢了。话落，空气如死一般的沉寂，就是一直在观望的圣上，也因为柳清月这话，嘴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这个丫头说起话来，当真是不顾别人死活。只是朕更好奇，这丫头如何让众人服众？单是如此，只怕是不妥吧。果然，柳清月这番话可是激怒了不少人。这次，连一向看着沉着稳重的大皇子都站了出来。柳清月，休要用你的无礼来朝堂放肆！你身为朝廷命官，就该知道我朝礼法，公然污蔑。殿下莫急着给诸位开脱，臣说的不过是实话而已。我这人唯一的优点就是说实话，您不信，不如让臣问上一问。柳清月说得很是委屈，利索的言语说完，立刻将目光落在太傅的身上，唇角微勾，笑道：大人，臣的兄长会练兵，因为他的才能，陛下这才给他封了官。想必大人您的官位也是这样由来的吧？废话，本官入朝数十载，兢兢业业辅佐。好了，大人，您的丰功伟绩还是空了再说吧，朝会时间有限。柳清月顿了顿，
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看着太傅笑道：“太傅，我大哥有本事，且已经向陛下证明，这升官一事自然是顺其自然。既然您也是陛下赐的官，那在您的领域一定是有过人之处了。下官斗胆请教一二，倘若太傅能够解答，下官定请求陛下辞官回府。大人，您觉着如何？”这次丞相倒是站了出来：“大人，这丫头以为自己有点见识，便目中无人了。您学识渊博，不妨趁此好好教训教训她。”太傅不屑的目光瞥向柳清月，那双浑浊又精明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威严。此话当真？当真。2个题都是与学识有关的。这第一题，今有兽6手4足，禽4手2足，上有76手，下有46足。问禽兽各几何？这是华夏古代最典型的算学，好巧，这里居然没有。下官这题想必难不倒大人，这第2题也一并说了吧。这第2题呢，就辩论一个词：服众。何为服众？一时间，大殿开始变得嘈杂起来。不少人想在太傅面前卖个好，便也参与了进来，心中开始默默地计算第1题。秦状元在听到柳清月说完题目之后，便命人拿来笔墨，也开始在一旁计算。区区一算学，他也想刁难祖父，真是不自量力。然，不同于秦昊的年轻气盛，太傅和秦大人2人的神色微微有些凝重。时间如流水，一转眼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可众人依旧是低着头，好似并未算出结果。大人，您可有答案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当初我可是看完题目就做出答案了。您是太傅，学识渊博，您还是不要谦虚的好。太傅冷着脸，隐隐还带着些许不自在，看了看柳清月，又看了看陛下，可正要开口，突然的声音打断了他想说的话：“算出来了，我算出来了！柳清月，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就等着辞官回家吧。”而秦昊的话让柳清风的心下一紧，袖子下的手不禁攥了起来。妹妹绝不能退出朝堂，若真的要退出，那也应该是我。6兽7禽，怎么样，柳清月，你是不是该辞官了？大人，您可认同您孙子的答案？是，我孙儿的答案便是本官的答案。陛下，方才那道题，太傅回答错误，正确的答案是8手7禽。怎么可能？柳清月的话音刚落，大殿内便立刻响起了嘈杂声，全都是质疑柳清月的声音。柳清月看了一眼自家大哥，什么也没说，拿起先前的笔墨，快速在纸上写下算法，然后直接呈给了陛下。陛下在拿到那张纸的那一刻，嘈杂的大殿忽然就变得安静了下来。圣上看着纸上的算法，平静的眼眸中忽的一亮，随后还染上了些许激动。众人看在这里，神色逐渐僵在了脸上。难道说这柳清月真的算出来了？太傅一家人也同样是神色紧张，但同时又有些慌乱。直到陛下说出那答案，3人依旧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不相信他们算的是错的，既不甘又不服。圣上见此，便让公公将那纸张拿给太傅瞧瞧。很快3个人皆是哑口无言，接受了事实。我算是知道了，这贱人是故意的，故意挑起是非，想让我这个太傅出丑，从而逼退我们参奏他大哥升官一事，当真是心思缜密，让人防不胜防。这第2题呢，就辩论一个词：服众。何为服众？何为服众？服众者，非言也，乃行也。言易而行难，故君子不以言取之，而以行验人。古之贤者，德高望重，以身作则，方能服众。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以行为先，方为服众之道。太傅大人这辩学倒是说得妙啊！服众者，乃行也。大人年事已高，这才学也跟着倒退，区区一个算学都答不出来，又为何要插手武官一事？难不成大人也会武？柳清月，你放肆！秦大人，你这个新科状元处处不如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本官叫嚣？
本大人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这朝堂上的规矩，能者居上，不是适者居上。秦昊的品级本就比他低，他以上官的口吻说话没什么毛病。今日铺子开业，很多事还等着我去忙呢。承认自己嫉妒他人，有这么难吗？三皇子的脸色也很是难看，当众让他外祖一家难堪，便是在羞辱他。柳清月，你以下犯上可治罪。殿下，难道也在质疑你父皇的决定？本宫没有。喂，下官无意冒犯诸位，只不过今日这事的确无聊。下官大哥凭本事升官，陛下又是明君，若是还有异议，不妨下官出几道题，要是真有人才埋没，陛下定会重用。柳大人，你方才的话莫不是有些独断了？将这满朝文武如此贬低，莫不是在质疑陛下？丞相您这话就不对了，这满朝文武不是经过你和吏部官员的举荐而站在这里的吗？难道他们德行有亏，丞相大人向陛下有所隐瞒？陛下，这柳大人就是污蔑，臣兢兢业业为陛下办事，就是用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陛下，求陛下为臣做主啊！好了好了，丞相起来吧，这件事到此为止，诸位今后不要再议论此事了。圣上打太极，众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丞相心下有气，正想说柳清月的不是，谁知这时候又听到了圣上的声音：柳爱卿，朝堂之上还需谨言慎行，不可肆意妄为。朕念你是初犯，罚你1月俸禄。让这么多大臣受气，若是不罚他，难以服众啊。明明是他授意的，要不是他授意，今日怎么敢这般放肆？当然，我一向放肆，只不过我会适可收敛。这陛下可真是狡猾，让我冲锋陷阵，事后又卸磨杀驴，当真是好计谋。柳清月也没多话，朝陛下谢恩，随后回到自己位置。直到此刻，丞相算是看明白了。诸位爱卿，可还有事要禀？圣上的声音适时响起，可众人却是无动于衷，似乎并未有事启奏。正巧时辰也不早了，圣上便留下一句退朝，人便离开了。大皇子和三皇子对视了一眼，看向萧文景。二弟未来的王妃如此跋扈，二弟难道不在意？二哥，你要如此纵着那丫头，难道不怕哪日闯下大祸？要是你们不招惹，你们会觉得她跋扈吗？二人神色微愣，随后微怒，冷哼了声，气愤甩袖离去。萧文景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眸光幽暗。父皇当真是好算计，居然让丫头替他冲锋陷阵，这是要逼我了。今日的朝会比往日要提早结束，此刻太阳也才刚刚升起。妹妹，你何故走这么快？莫不是担心那些大臣？不是大哥说你今日说话怎么这么毒辣？你知不知大哥都要被你吓死了？大哥，你莫不是在说笑？我会担心他们？要不是场合不对，我还能说得更粗俗。丫头这是真没将那些人放在眼里。收敛情绪，快步跟上妹妹的脚步。你被罚俸的事定会传进祖母和娘的耳中，就是大哥不说你，祖母和娘那里……如今他们柳家刚刚起来，自然是让不少人红眼。今日朝堂上又出了这事儿，虽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若是让他们知道，也定是少不了担心的。你当我傻？要不是陛下授意，我怎么可能那么针对他们？圣上授意，此话怎讲？川味居是柳清月的酒楼，今日新店开业，门上的牌匾挂着一块红绸，红绸正好将上面的字给遮挡住。铺子里所有员工都身着统一的服装，许是开业在即，所有人都忙前忙后，将每张桌子都擦得锃亮。柳清月从后门而入，看到众人将铺子打扫得干净，脸上也露出了些许笑容。可都收拾好了？回小姐，铺子已经准备就绪，只待开门营业。回应柳清月的是赵明。此时的赵明精神抖擞，眼中有光，与先前的落魄模样相比，好似换了个人。柳清月微笑点头，很是满意众人今日的状态，巡视了一圈，准备开业。在一阵喧闹又炸裂的炮火声中，川味居正式开业。哎呦，丫头这铺子是不是有些僻静了？祖母娘，你们来了，快快里面请。刘老夫人走进铺子，迎面闯入的独特装修让她眼前顿时一亮，赶紧环视一圈，脸上满是笑容。哎呀，月儿啊，你这铺子布置的可真好看，
祖母啊，还是第一次瞧见这样的布局呢。丫头居然将花儿给搬进了铺子，当真是心思灵动啊。老夫人说完，便伸手触摸那花朵。可当触碰到那花朵的一刻，老夫人当即神色一惊，天哪，这花居然是假的！哎，不对呀，这假的花为什么会有花香味啊？陆氏也在触摸了那些花朵后，神色惊讶，月儿，这花都是假的。柳青月看着二人惊奇的模样，脸上更是骄傲了。他就知道他的创意会让不少人喜欢的。月儿啊，你这铺子好是好，可是这地段似乎并不当道，你怎么想到开在这儿的？母，酒香不怕巷子深，我的菜品你还不知道吗？走吧走吧，孙女保证你今儿吃了，下回还想来吃。老夫人听到孙女儿这么有信心，便压下心思，也笑了笑，随后上楼。三人刚刚走上转角，门口处又传来动静。柳青月还以为是食客进来了，便侧目看了一眼，可谁知来人竟是他的舅舅一家。快进来坐。看到陆大人一家，陆氏和老夫人也赶紧上前打招呼。陆家人将贺礼送上，一番寒暄，两家人其乐融融。安静的铺子里多了一丝热闹。只是一行人刚在楼上的雅间坐好，景王便来了。可是景王一来，这微微喧闹的氛围此刻又沉寂了下来。最终柳青月看不下去了，瞧着眼前这尴尬的能抠出3室一厅的场景，柳青月便随意找了个话题。王爷，这大梁使臣多久离开？这使臣离开或许还需5日，只不过什么？难不成大梁人又想搞事？大梁国主让瑞王世子以质子的身份留下。世子？为何偏偏是那瑞世子？这里面有文章。陆清舟也很诧异此事，思虑片刻，问出了关键。大梁这是何意？那瑞世子身子娇弱，倘若要是有个什么闪失，这当如何？已经赔款，又为何送来一质子？即便是质子，又为何送来一个身子娇弱的世子？这大梁打的什么主意？陆大人的神色也因为这话而多了几分严肃。身处朝堂，不容懈怠。新店开业第1天，可偌大的大堂到底是一个人都没有。所有小厮都站在门口的位置，脸色多了一丝焦急。他们酒楼的菜可是全京最好的，怎么就没人来吃呢？欢迎光临川味居，公子里面请。男子轻轻摇着折扇，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卑躬屈膝的小厮，随后抬脚走进了铺子。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大堂，男子脸上更是露出一抹嘲讽。不过在看向那些奇特的布置后，他眼中微微有些疑惑。公子，这些都是用绢纱做出来的假花，您看这瞧着是不是栩栩如生啊？假的就是假的，怎会成真？那小厮听到这话有些微愣，察觉这公子脾气有些古怪，便多了几分小心，恭恭敬敬地将菜单放在男子面前，介绍道：这是我们川味居的菜单，口味独特，京城首家，且都是我们店的招牌菜。不知公子您想吃点什么？男子本就没将这铺子放在眼中，听到小厮吹嘘菜品，心中的嘲讽便达到了鼎盛。本想随意点几道菜，可是看到上面的字，他眉头微皱。这都是什么菜啊？为何本公子不曾听说过？公子莫急，我们家的菜品可是京城首家，您要是听说过呢才会奇怪。这里面的菜多是以辛辣为主，极为霸道，保准您吃了还想来。既然你说的这么好，本公子便尝上一尝，要是有所出入，欺瞒了本公子，别怪本公子不客气。菜单上全都是明码标价，男子随意点了4个最贵的，然后就开始等待。片刻等待，终于上菜了。当一盘红彤彤的菜端上桌时，男子顿时恼怒：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根本不是本公子点的菜。公子莫急，这是辣子鸡，是您方才点的。接着小厮又继续开口：公子，这红色的是辣椒，不便食用，鸡块的味道偏辛辣，又略带一丝微麻，初次尝试恐有些许不适，可以适当喝些水缓解。那男子听到这话，也不解最后的话中是何意思，想要说点什么，可忽然间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便将还未说出口的话全都抛到了脑后。目光落在这盘辣子鸡上，
味蕾忽然跳动，有些想尝尝了。摆了摆手，让人退下，拿起筷子夹上了一块鸡肉。可这时，身旁却突然传来声音：“公主！”男子立刻看去，眼神有些冰冷，似是在斥责。公子，这菜……侍卫的话并未说完，但是意思却很明显，他是在质疑这菜品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当然了，这侍卫也是太过小心了，因为铺子的主人连菜都防备上了。男子冷厉的目光看了一眼侍卫，侍卫低头没再说话。男子见状，这才收回目光，夹起刚刚那块鸡肉放入嘴中。一瞬间，独特的气息快速霸占味蕾，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什么口味啊？居然这般好吃！你们铺子是怎么做事的？这菜里有东西，竟然敢给本公子端上来！公子，敢问这菜可有哪里不对？这人瞧着似乎有点熟悉啊。你们铺子的酒菜令人作呕，敢将这等吃食拿来给本公子吃，你该当何罪？而随着他声音落下，楼梯间又下来几人。女子抬眸看去，一时间眸光又暗沉了几分。是景王，他居然来这里同这贱人一起用膳，他宁可娶一个跋扈的农家女，也不肯娶我这个异国公主，都是这个贱人！要不是这个贱人勾引景王，迷惑了景王，又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冷漠？的确，这菜里面有只苍蝇，只是……柳清月神色平静，朝着女子拱了拱手：“敢问公子可有吃这菜？公子莫要介意，我问这话只是想判断赔偿一事，并非别的。”本公子刚一夹筷子，便瞧见了里面的东西。你们拿这种恶心人的东西给本公子，居心何在？要是不能让本公子消气，定要砸了你这里！萧文景看着那人，眼神冰冷。此人无喉结，定是一名女子，可敢在丫头的铺子里造次，他倒想瞧瞧这人有多大胆。啊！公子夹菜时发现了只苍蝇，说明小厮并未瞧见这上面有什么东西。想来定是庖厨在做菜时，这东西便已经有了。承认了，敢给本公子吃这种吃食，你……公子且慢，我并未承认这菜就真的是我们铺子的过失。你难道没瞧见这只畜生的模样吗？柳清月适时出声，直接把苍蝇比喻成了畜生。当然，这也是柳清月的暗讽。这畜生要是在后厨进入菜里，经过高温烹煮，它怎么可能还会有翅膀啊？你休要胡扯，这分明是……哼，公子才是狡辩吧？谁不知道这牲畜要是误入大锅，翅膀会萎缩起来，可这菜里的并非如此。这要不是后厨所为，那便是端菜时的小厮没有注意。总之，这是你们铺子的过失，必须要给本公子一个交代。公子方才可是在菜品里面翻动，才发现了这畜生。怎么？难道这畜生还能自己钻进去啊？放肆！竟然敢嘲笑本公子！你才放肆！敢在本小姐的店里找事，你寓意何为？要是不能让本小姐满意，休怪本小姐不客气。放肆！竟敢对我们公子无礼！来人！声音落下，武阳和刘元立刻现身。王爷这是何意？莫不是想欺压我们公子？你当王爷眼瞎，看不出你们主仆的伎俩，用一只死苍蝇来污蔑我的铺子？说吧，怎么赔偿？玲珑公主，丫头那话是什么意思？玲珑公主，这男子是……你说什么？什么公主啊？本公子听不懂。还有你刚才说的话，本公子也是听不明白。你们这样对我，便是你们店的待客之道吗？玲珑公主这是不想要公主身份了。既然如此，敢来本小姐铺子放肆，那便给我打！柳清月，你放肆！看出了本公主的身份，竟然敢动粗，你莫不是想要挑起两国的战火吗？玲珑公主也不装了，以公主之威怒斥柳清月：“月儿啊，咱们……祖母莫要担心，所以你不会有事的啊！哎呀，我是担心她吗？玲珑公主，你明知这是本小姐的铺子，今日故意有此一出，你若不是想要挑起两国战火，又是什么？柳清月，你休要胡说！本宫乃是大梁的公主，怎么可能使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法？你这是有意污蔑！哟，见某人倒打一耙，蛮不讲理，柳清月真有点想动手了。比起跟眼前之人讲道理，她还是喜欢动手。心有所想，便也没有犹豫，一个箭步上前，扬手落下，清脆的巴掌声响起，空气都刹那间沉寂了下来。竟敢质疑景王和我大周官员的眼睛，藐视我大周官威，藐视我大周律法！你一战败国公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大周威名，你是何居心？柳清月这番又冷又飒又凌厉的话，
以及他那周身的气势，惊得陆氏几人都愣在原地。在朝堂上，莫不是这样对待大梁使臣的？贱人，去死！丫头小心！就在那剑即将刺到柳清月胸口的位置时，柳清月忽然身子微侧，抬脚踹向玲珑公主。只听一声尖叫，麒麟龙便宛如断了线的风筝，朝着后面重重砸了过去。公主！而这道声音将正冷中的老夫人等人全部拉回了现实。哎，这刚才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像是那公主行刺不成，被丫头给踢飞了出去。哎呦，不对呀，行刺丫头啊！老夫人回神，惊慌上前，脚下险些一软。哎呦，月儿啊，你没事吧？祖母，你慢点走，你摔着吧。哎呀，你别管我了，月儿啊，你没事吧？刚才有没有伤到你呀？月儿，让娘看看，你可有哪里受伤了？那丫头像是有事的人吗？有事的在地上躺着呢。没错，有事的是麒麟龙。那个贱人居然又对我动手，还伤了我！我要让他不得好死！柳清月敢伤害本宫！玲珑公主，你莫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张口闭口就是别人伤你，你是瞎子啊？大梁公主挑事在先，后又拿剑行刺殿下，臣不得已才出手。敢问殿下，此事当如何？柳清月这话是众人没想到的。大人，行刺皇子乃是死罪，无关身份，都将诛之。不得不说，陆清舟这话简直就是神助攻，让玲珑公主主仆二人当即脸色大变。大梁公主企图行刺本王，来人，抓起来！随着萧文景冰冷的声音落下，几乎同时，武阳和刘云已然出现在了玲珑公主主仆二人身侧。放开我！你们这些下贱的奴才！辱骂我大周勇士，罪加一等，带走。而柳清月的威严，王府侍卫人尽皆知，对于他的命令自然是听之任之啊，没有任何犹豫，押着两人便径直离开铺子。武侍卫，有劳你跑一趟驿站，告诉那五皇子，玲珑公主意图在本大人的铺子里闹事，却不想被本大人当众识破，故而恼羞成怒，拔剑行刺景王殿下。本大人心善，若是大梁使臣诚心认错，本大人可以劝解景王，不追究此事。你可懂？萧文景听到柳清月这番话，眼角闪过了一抹笑意。这丫头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就是不知那五皇子能拿多少出来私了。听到柳清月这话，武阳的余光看了一眼自家主子，瞧着自家主子并没有异议，便领命而去。月儿啊，你这么做会不会有些不妥呀？是啊，月儿，那毕竟是一国公主，方才那事儿要是他们彻查，这……是啊，月儿，那公主行事的确有错，可却是使臣，牵扯两国，这……老夫人、陆氏以及陆夫人三人前后开口，眉眼之间都是担忧。祖母、舅母、娘，你们就别担心了，这事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那大梁使臣要是不拿出个章程出来，明儿个我定要当朝参他们一本。在柳清月一句自己还有事要忙的催促下，众人被送上了马车。铺子又一次恢复安静。可这回，当柳清月回到铺子，还未来得及开口说什么，只见所有人都咚的一声跪在地上。你们这是干什么？小姐，刚才的事是我的错，要不是我没注意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哎，小姐，是我的错，我也有上菜，但却没有注意到那公主会做出这种事。小姐，你要罚就惩罚我吧。都别争了，你们的确有错。安静的铺子里充斥着严肃，让人内心不由十分忐忑。铺子规矩，热情待客，让客人宾至如归。可我们不助长恶人气焰，只要自己没出错，那便是有人故意找事。如此不是报官，就是当众揭穿。今日之事是一个例子，日后都要记住了。我们铺子里的菜品大家有目共睹，生意只会越来越好，定然少不了这些阿杂事。所以可都记住了。谨听公家教诲。殿下，公主怎么可能行刺景王殿下？这一定是他们故意陷害。既是污蔑，还需查之。景王敢扣押我大梁公主，便是不将我大梁放在眼里，有意挑起我大梁怒火，毁两国契约。齐红佑气得牙眦欲裂，几乎是一字一句说出这话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辱我们大梁，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做梦！堂而皇之地暗示我们私了，此事不是污蔑会是什么？来人，速去那传位居调查此事，胆敢有人隐瞒，本官许你们屈打成招。
随着祁红佑的命令下达，侍卫领命，随后离去。这件事，公主或许有错，只不过错不知扣押。如此，他们也算是有了把柄。只是这大周似乎有意防备我们大梁。那贱人接连升官，朝堂上的事居然并未传出，真是有古怪。翌日，朝堂上，朝会才刚刚开始，柳清月便被吏部的官员参了一本，缘由便是明目张胆的讹诈大梁使臣，寓意破坏两国和平。柳爱卿，此事当真？回陛下，并无此事。你休要狡辩，这件事人尽皆知。大人，下官和你无冤无仇，你又何必污蔑于我？那玲珑公主故意在本宫的酒楼撒野，被我等识破，气急败坏，突然拔剑行刺，便被抓了起来。陛下，这件事景王和陆大人都有在场，千真万确，哪里是什么我讹诈那使臣？子虚乌有，全是污蔑。那玲珑公主影响了我的生意，我让那五皇子赔点银子，不是应该的吗？陛下，柳大人所言属实。那玲珑公主乔装来铺子，得知是柳大人的铺子，借机生事，方才有了后面的事。陆大人说得很是坦诚，巧妙的只提了前面部分，对于后面的刺杀一事提都没提。圣上早上听到柳清月的言语时，威严的神色中闪过了一抹惊诧。行刺？那玲珑公主竟如此大胆，敢在我大周地盘行刺，她要行刺谁？陛下，大梁五皇子求见，说自己妹妹冤枉。传！哼，朕倒要看看这大梁的人怎么说。公公领命，匆匆地离开大殿。很快，大梁五皇子就进来了。整个大殿落针可闻，只有五皇子缓步进入大殿的脚步声。陛下，求陛下为我皇妹做主。我皇妹昨日午时前离开驿站，自此之后未再归来。后有景王府侍卫来话，说我皇妹行刺景王殿下。陛下，我皇妹一直心仪景王殿下，又怎么可能行刺于他？这事有蹊跷，还请陛下明察，还我皇妹一个公道。老二，这是怎么一回事？那玲珑公主在何处？父皇，此事正如柳大人所言，那玲珑公主寻衅滋事，后又拔剑行刺，儿臣将她抓了起来。不可能！萧文景的声音刚刚落下，祁红佑就厉色反驳，但萧文景却并未理会，回头看向殿外，拔高声音：带进来。声音落下，殿外便传来一阵脚步声，众人循声看去，立刻就有侍卫押着两个男子走了进来。一众大臣神色有些微愣，这两个男子是谁啊？皇妹，你没事吧？皇兄，救我！这个贱人不仅污蔑我，还动手打我。皇兄，你定要为我做主啊！敢问柳大人，你为何污蔑我皇妹，又为何动手打她？昨日在场的人多了，莫要空口白牙，污蔑本官是一个嚣张跋扈之人。本官可是有名誉的。一众大臣默了默。你不就是嚣张跋扈之人？说，昨日之事是怎么一回事？当着众人的面如实说来。昨日公主偶然瞧见一个酒楼开业，好奇之下进入品尝，可谁知……别忘了，这里是大周朝堂，倘若有人胆敢在陛下面前撒谎，不仅罪加一等，还要严惩。公主用膳，谁知那铺子手脚不干净，有东西在菜里面，这才恼怒，让铺子拿个说法。不曾想柳大人是这铺子里东家，瞧见这一幕便倒打一耙，说是我们公主所为。公主受冤，出言斥责，那柳大人手打了我们公主。公主何时受到过这等屈辱？愤怒之下，这才拔剑。只不过公主并未刺到柳大人，反被他动手给打了。求陛下为我们公主伸冤。一众大臣听到侍卫这话，均是露出了些许幸灾乐祸，唯有陆大人神色恼怒，气得独自焦急。这丫头赶紧反驳呀！平时不是嘴巴伶俐吗？今儿个怎么还不开口？要是他那外甥今儿个也在朝堂就好了，也不至于这朝堂里只有他单薄一人。萧文景也很想站出来说话，可瞧着丫头尚未开口说什么，便只好先忍住。丫头昨日就说了，这件事她来处理，不然损失必会减半。我倒想瞧瞧，这丫头的葫芦里还卖了什么东西。圣上的目光从大梁人的身上挪到了柳清月的身上，微微皱眉。这丫头今日怎么这么安静？莫不是真的有亏？柳清月，此事当真？陛下，大梁使臣说谎。且不说臣有那么多人证，区区一个奴才所言，又怎样信以为真？即便是臣没有人证，同样不容得人往臣身上泼脏水。
今日大梁使臣当众污蔑臣，还望彼时陛下为臣做主。昨日事情究竟如何，容我向诸位讲讲。毕竟听了大梁人一面之词，也该听听我的话了。如此这样才算公正，不知诸位可有异议？柳青月顿了顿，又继续开口。哦，对了，方才大梁使臣说话明明是污蔑，我并未开口说一句话，也望使臣能够有本官这等素养，莫要打断本官的话，否则你们就是心虚。这句话柳青月纯粹是说给那对兄妹听的。难怪方才那人没开口，原来打的是这主意。柳青月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不想浪费太多时间，一句话说完就开始讲述昨日的事端。而柳青月讲述的事端是从玲珑公主在香味居时说起的，直到最后行刺被景王的人拿下，再到他传话给齐红佑。本宫行刺的人不是景王，这贱人张口闭口都是我行刺王爷，这是污蔑。不是景王，那你这是要行刺于我？说到这儿，柳青月好似恍然，语气都有些惊恐，随即又立刻顿怒。好啊你，竟敢行刺大周朝廷命官，玲珑公主，你该当何罪？要不是你动手打本宫，故意羞辱本宫，本官动手打你，刚才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你故意来本官的铺子滋事巡视，被我当众揭穿，不仅不赔礼道歉，还放话威胁，污蔑本官。本官给你一巴掌，这是警告你这里是我大周，不是你大梁。本来呢，玲珑公主是想说自己被激怒了，然后才动手，不过她连碰都没碰到，就被柳青月给踹了一脚。但这话她都没来得及开口说呢，就被柳青月给打断了。陛下，接下来是玲珑公主污蔑菜品不干净一事。说完，柳青月又下了一次命令。很快，有侍卫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众人看到那是一盘菜，旁边还放着一个帕子，上面有一个黑物，不知是什么。陛下，诸位，这是昨日那道菜，臣将这东西留了下来。玲珑公主污蔑此物是我铺子所为，臣接下来便证实一番。这掉入锅里的东西，可还是这个模样？简单的说完，柳青月也不等众人反应，便立刻命人将东西搬上来。看到这些东西在殿内摆好，不少大臣都差点傻眼了。这野丫头，莫不是要当众做菜？来人，帮本官抓2只苍蝇来。此刻，柳青月的决定连萧文景都有些没看明白。他知道丫头想要当众揭穿大梁公主的伎俩，可是明明能够说清楚的事儿，却偏偏没有选择开口，反而却是大费周章的做菜证明，这是为何？陛下，臣会做菜，以免有人厚颜无耻的狡辩，臣觉得有必要当众做菜，验证一番为好。高位上，圣上本在好奇柳青月所为，可此刻听到他这话，忽然觉得柳青月今日所举有些古怪。虽有灵力，可却偏要多此一举。按照他往日的模样，又何须多此一举？心下思虑，但面上并未阻止，反而准了这丫头的提议。他倒是想瞧瞧这丫头究竟想做什么。其他皇子看着这一幕，眼神复杂。这柳青月的举动太过明显，就是不知打的什么主意。待锅里油烧热，柳青月将一盘配料直接倒入锅里，立刻一股独特又呛鼻的气味快速笼罩大殿，有不少人都猝不及防地被呛得咳嗽起来。不过好在都是一些靠近锅周围的大臣咳嗽起来，其他人尚且无碍。看着众人此刻这模样，萧文景已经有所猜测。这丫头，这是将主意打在了在场的所有人身上，包括父皇。传委屈的菜是丫头所创，这丫头故意当众做菜，除了自证清白，那便是吸引父皇等一众朝臣前往。这丫头的心思当真缜密，就是不知她怎么惩罚这污蔑她的人。很快，辣子鸡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大殿，不少人都被勾得直吞口水，大殿氛围有点异常。柳青月才不管其他，双目紧紧地看着锅里食材，动作娴熟地放下调味品，这菜便好了。余光扫视了一圈周边，柳青月拿勺子将锅里面的菜铲出一半放到盘子里，随后又拿起那帕子，当众丢了一只苍蝇在锅里。大殿里顿时响起了一抹急切的叹息声。他将锅里剩下的菜分别装入2个盘子里，一只盘子里有炒熟的苍蝇，
而另外一只盘子里没有苍蝇。陛下，可以让人查验了。圣上的目光有些古怪，很隐晦地从那份干净的吃食上收回，落在柳青月身上。片刻迟疑，这才命人查验。果然没有任何意外，查验人员发现柳青月随手丢入盘子里的苍蝇跟昨日那份菜里的苍蝇是一样的。回禀陛下，这事是大梁公主有意生事。陛下，感谢您给臣自证清白的机会，要是您不嫌弃，可以尝尝臣的手艺。柳青月，你休要放肆！父皇的饮食有御膳房精心准备，岂能吃这等随随便便之物？你莫不是不懂规矩？老四，方才柳爱卿做菜，众人皆都看着，并未有什么不妥之处。此刻他有这份心，父皇要是佛了臣子孝义，倒是父皇的不是了。圣上的话让不少人都很是诧异，在众人古怪的目光中，那菜呈现到了陛下面前。柳爱卿，你这厨艺了得呀，竟比这御厨做的还好吃。陛下，大梁使臣公然颠倒黑白，污蔑臣之清白，又滋事巡视，毁臣铺子生意，直到现在也不曾给银子，求陛下为臣做主。陛下，这件事，陛下，此事都是小的一人所为，要不是这柳大人处处针对我大梁，小的又怎么会出此下策？这件事都是小人所为，公主殿下是被小的蛊惑，此事与他无关。那大梁侍卫抢过了五皇子的话，将所有罪责都担在了自己身上。此事既然已真相大白，且又事关柳爱卿，朕便交由你来决断。陛下，那侍卫竟敢做主子的主，又当众欺君，还妄想破坏两国和平，理应处以极刑。这话没人反对，柳青月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区区一个小小侍卫，单是欺君一事足以诛杀。圣上没有说话，只看了一眼身侧的公公。公公会意，立刻招来侍卫，将人给拖了下去。玲珑公主身为主子，没有教导好下人，罪在其一；事情败露，死不承认，还当众倒打一耙，威胁臣，罪在其二；臣出于维护大周颜面，捍卫朝廷命官之威严，出手教训，奈何玲珑公主拔剑行刺，罪在其三。陛下，罚玲珑公主禁足驿站，离开前不得走出驿站，再赔偿臣种种损失，合计1万两，可行？既是和亲，应下亲事，回去方才准备婚事。他的惩罚既给足了两国颜面，而他也得到了赔偿，简直是两全其美。柳大人，你方才那话莫不是存心与我大梁过不去？先前都说了，这一切都是那侍卫所为，你怎么能将这些都算在我皇妹的头上？1万两银子，真敢说！这贱人分明就是针对我们。你那铺子连个人都没有，有什么损失啊？本宫被那侍卫蛊惑，根本没有伤到你。倒是你不仅动手打了本宫，后来又将本宫关入了大牢，这些事又当如何？玲珑公主，你不觉得你这话有些厚颜无耻吗？本官是大周的有才之士，为陛下进献了方子，利国利民。你对谁动手不好，偏偏朝本官动手，敢在他国地盘动手，你觉得只是受到蛊惑而已吗？柳青月就是故意将矛盾往自己才能上引，将这把火给燃烧得更加浓烈些。果然，圣上因为他这话神色微变，眼神散发着冷意。对了，你被关进大牢是景王所为，如果你在景王面前拔剑行刺，不管目的是何，那都该走一趟。1万两银票一文不少，不然在我大周生事，刘大人选择既往不咎，拿钱消灾。要是不愿，那便按照我大周律令。景王说话向来是敢说敢做，齐红佑不禁微愣，赶紧出声妥协，最后极为不情不愿地拿出银两，这件事方才结束。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齐红佑兄妹两人灰溜溜地离开了。多谢陛下为臣伸冤，臣心里甚是感激。今后陛下来我川位居，想吃什么随便点，臣必倾囊奉上。高位上，圣上已经被那道辣子鸡给勾得馋虫涌动。此刻听到柳青月这话，脸上也涌现出了些许笑意。这个丫头是个古灵精怪的，倒是有心了。陛下，吏部官员有监督百官之责，只是在没有查明真相的情况下弹劾他人，这是不是有失职责？现在他可是御史台的官，也该轮到他执行责任了。是陛下，臣不该听信那些流言而贸然参奏柳大人，臣愿受罚。那人主动站出来领罚，态度倒是诚恳。可此时吏部尚书立刻站了出来。陛下，
洪大人虽有过失，可也是一片好意。大人，您这话下官就有异议了。听信流言，不经查证而随意参奏，下官倒是不知这好意是从何而来。倘若下官哪日有听到有关大人什么流言，在这里弹劾大人，那是不是也是一片好意呢？吏部尚书想为其求情，可话才刚刚开口，就被柳青月笑着打断了。切，跟他打太极，他又不是不会。吏部尚书冷哼了声，不再言语。最后，圣上降责那洪大人罚俸1月，面壁3日。虽是轻罚，可那也是丢尽颜面的事儿，算不上轻啦。至此，这件事情处理结束，朝会继续。之后的朝会起奏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很快朝会就结束了。你在看什么？刚走出大殿些许距离，看到柳青月停下脚步，看向一处。萧文景嘴上询问，视线却是也跟着看了过去。只见是丞相和几位大臣朝御书房的方向去了。真是有什么事不便在朝堂上说，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起奏？或许江南有什么事吧。荣王一党掌控了江南，除了那里的事情不太清楚，其他地方尚且无事。江南会出什么事？看萧文景这模样，似乎也并不知道江南出了什么事，只是这江南的事居然还有他不知道的。看来这荣王的势力不容小觑啊。忽的，柳青月就想到了那土匪一事。他在朝堂几日也不曾听说任何地方上奏朝廷土匪一事，目光环视了一圈周边。山匪的事查得如何了？那件事我交给了其他人在办，或许要不了多久会有消息传来。目前他在查飞云令一事，这山匪一事只能暂且交于手底下的人去处理。算了，等有消息了再做定夺也行。正好趁着这空闲时间将铺子里的事都处理好，医馆和美颜铺子这2日便能开张，这样一来也够我忙的了。此刻御书房，陛下，江南几成突生怪虫，那怪虫以稻田为食，破坏田埂，泛滥成灾，农耕大量受损，恐影响今年收成啊。江南一向太平，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生出了很多怪虫，这倒是令人惶恐。此事为何不早早报来？泛滥成灾，显然已不是1日2日的事了。圣上有了明显的责备之意。陛下，臣冤枉啊！那怪虫也是近些时日由农户发现，因为从未出现过，且不知那东西从何处来，更不知道那东西是何物。除了那东西有锋利的爪子会攻击人，其他的百姓一概不知，便也并未报官。只不过后面百姓又发现稻田枯死，这才发现了端倪，从而报官啊。照如此，这虫灾又当如何处理？听到圣上这话，丞相几人神色一致，随后开始商议起来。京城街市，有关今日朝堂上的事已经被人传了出来，渐渐的便都成了柳大人厨艺了得，陛下吃了都赞不绝口的言论。一时间川味居名声大噪，不到5时，铺子已然坐满了食客，门口还有不少人拎着食盒，正焦急等待。从今日开始，这偏僻的街巷开始喧闹了起来。柳大人，咱家有礼了。不知公公前来，可是陛下有什么吩咐？公公走进柳青月，压低声音道：柳大人，您这一手的厨艺倒是精湛，陛下今日尝过您做的菜，这御膳房的菜倒是有些寡淡了。公公说话点到为止，不再多说。哦，柳青月了然地笑了笑，只点头，二话不说就立刻下单几道招牌菜，让厨房先做。及门口拿着食盒等待的世家家丁看到这一幕，心下好不震惊。后厨做菜的速度一向也是很快的，不过片刻的功夫，柳青月点的几道菜便全都做好了。公公莫急，这宫里的主子用膳最是讲究，本官身为臣子，理当为各位贵人把关安危。柳青月说着，便从袖子里拿出一根银针，当着众人的面将6道菜品一一的查验。那公公看着眼前这一幕，眼露赞赏。哎呀，难得柳大人会得陛下青睐，单是这谨慎稳重的性子，谁人又不喜欢？公公，有些毒并非用银针验得出来。柳青月只一句提醒，说完将每份菜都夹1筷子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试吃。带给陛下的吃食，他不能保证中途会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他能保证
从他这儿带出去的菜一定是安全的。当然了，除了宫里如此，这但凡是打包带走的，全都是要经过查验方能带走。公公，这几样菜品没有问题，有劳公公耐心等候。公公笑得很是灿烂，连连点头，随后拿着食盒笑着离去。景王府，府外的事全部都传入萧文景的耳朵里。丫头今日之举，果然是冲着父皇来的，不仅做到了引诱，还做到了谨慎。如此心思，只怕是我都有些不及。摆了摆手，让人退下。可正要处理公务，武阳进来了。主子，查到了，江南突然出现一种怪虫，那怪虫啃食农田，庄稼枯死，恐影响农耕。怪虫？什么样的怪虫？为何先前并未上报？据说那些农户都是近些时日发现的，许是先前是冬天并未瞧见，如今天气逐渐变暖，不知怎的水里便出现了那东西，直到秧苗枯死，百姓才发现蹊跷，这才报官。突然出现怪虫，这是天意还是人为啊？主子，除了此事，先前您让属下查瑞世子的事，属下查到了。说。主子，那瑞世子从小体弱多病，在5岁那年被送入了军营，但不知为何2年前又从军营被抬回王府，说是习武伤到了身子，需要静卧。不过我们的人有查到，正巧那段时日大梁有一支商队进入我大州，现在看来那瑞世子很有可能就在其中。准备马车，本王要去一趟驿站。武阳领命，随后退下。驿站，一处亭子里，萧文景和瑞世子二人对立而坐。不知景王殿下找我，所谓何事？瑞世子2年前为何来我大州？景王殿下莫不是说笑？2年前我静养身子，又怎会来大州？表面上瑞世子平静的回应，可是心下却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难不成那贱人说了什么？倘若那贱人如先前那样的脾性，保不准会真的说出来。但以现在那丫头的脾性，或许不会。那丫头跋扈放肆，心思缜密，难以捉摸。来这里几日了，那贱人都不来这里一趟，想必并未告诉旁人什么。如此想来，心中更加笃定，景王其实并不知道什么。瑞世子这是认为本王糊涂。2年前你随商队进入我大州，后又遇到彼时流落在外的柳大人，而且瑞世子对于柳大人似乎并不陌生。果然是景王，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2年前我的确来过大州，不过我是来寻药的。丫头曾经见过此人，并未说此人身子有恙。寻药一事，那便是一个幌子。萧文景深邃的目光看着瑞世子，他狐疑的反问：乔瑞世子这模样，看来是药没有寻到呀。萧文景见状，目光看向刘云。刘云会意，点点头，随后朝院子外喊了声：进来吧。话音一落，立刻一个身穿白衫的男子走了进来。王爷，您找我给人诊脉，莫不是眼前这位公子？没错，来人正是白神医。公子这脸色不好，还请伸出手来，本神医为你瞧瞧。多谢神医好意，只不过本世子这病，莫不是觉得白神医没有那本事？这天下还没有本神医治不好的病，只要不是毒，本神医都能治。公子难道想一直病着？原来景王这是有备而来，只是怀疑我的身子有假。眼前的人是江湖中有名的白神医，我这身子很有可能会暴露。瑞世子心下思虑，正要开口，忽然眼前一道黑影闪过，手腕就被人握住了。瑞世子既然有病，还是看大夫的好。白神医握住瑞世子的手腕，准备诊脉，可瑞世子却脸色暗沉，心中警铃大作，赶紧抽手。白神医这是作何？奈何手腕被紧紧地握着，瑞世子也不便暴露身手，只得发问。院子外面，齐红又听着里面的动静，眸光幽暗。景王是有备而来啊，看来瑞世子装病一事是瞒不住了。不过这又能说明什么？瑞世子谋略过人，又怎么不会化险为夷？白神医无视瑞世子所言，准确摸上脉搏，静心诊脉。果然此人身子并未有恙。瑞世子这身子倒是古怪，分明见了却要装作大病初愈，本神医倒是有些不解。这就是景王的目的吧？都说瑞王世子心思深沉，谋略过人，以病卧床榻混淆视听，悄悄潜入我大州，所为何事？本世子寻找仇人，那人是我大梁一叛徒，多年前重伤于我
我才进入大周寻找于他。要是景王不信，大可查之。景王幽冷的目光看着眼前淡定之人，好似打量，又好似一股无形的威压逼向瑞世子。这两人都是个狠角色，不过比起那丫头，似乎少了几分阴狠。片刻之后，景王才开口：管好你的人，只要让本王找到把柄，即便你是质子，同样得死。萧文景说完便起身离去。此人性子狡猾，今日揭露他装病一事，待日后找到刺杀的证据，便是他的死期。就是不知他先前来大周到底所为何事，还有此次留在大周的原因，此事定有阴谋。白神医看了一眼瑞世子，随后也赶紧跟上。这景王来这里做什么？就只是让我诊脉？那这也太没意思了。这要是那个丫头来，定有热闹看。瑞世子看着景王离去的背影，神色逐渐冷了下来。果然是大周陛下最看重的皇子，到底是不好糊弄。看来我们得加快动作了。世子，你没事吧？那景王怎会突然找大夫给你诊脉？殿下，我无碍事。那人是何性子，你不是不知。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所防备，我装病一事定是瞒不过他。那这事他会不会？不会。知道殿下担心什么，瑞世子直言打断。今日萧文景带着神医而来，为的是私事，也自然不屑他这装病一事。先前筹备的事，殿下可以拿出来了。要是能让大周蒙羞，也没有白费心血。说到这儿，瑞世子的目光看向院子外，唇角勾起了一抹弧度。我们的计划可不止明面上这一点。川味居，陆清舟带着3个公子走进铺子，看着里面这红火的生意，显然有些意外。表哥，你来了。表妹，你这铺子今日倒是红火，也不知今日表哥可还有这口福。随着陆清舟的声音落下，其他3人也纷纷朝着柳清月拱了拱手，面带恭敬。柳清月看了几人一眼，亲自将人带上2楼。2楼还有几个雅间空着，将人安顿好，柳清月正准备离开，可此时却听到了陆清舟的话：表妹，煤炭已经找到了。真的？这么快找到了？相对于陆清舟，柳清月的反应还算平静，而当着那3人谈论此事，柳清月也并未在意。陆清舟竟然能够当着几人的面谈及这事儿，那定然是信得过的人呐，所以他自是不必遮遮掩掩。按照你说的法子寻找，正好距离京城不远处有那么一处地方，官差便挖到东西。表妹倒真是大胆，居然拿命来力保此事。也好，这命今日算是保住了，今夜倒是能睡个安稳觉了。我的命是捡回来的，你的命啊，现在可是拴到了裤腰带上，满朝文武可都盯着的。那以表妹之见，我当如何？而听到自己表哥询问，柳清月低头微死，随后将目光落在了那3人身上。表妹，他们是我的好友，若是你有什么不便，我这就让他们先出去。且慢，我是觉得你该有几个帮手。这琉璃和煤矿一事事关重大，需要有人盯着，免得有人趁虚而入，伺机搞破坏。而一旦陆清舟有事，他又怎么可能独善其中呢？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帮我做事？3人也是一惊，但是很快被一抹激动所取代。只要是你放心之人，帮你做事便是为陛下做事，且此事有利于社稷，区区几人做事而已，有何不可？的确，用何人怎么用，那是他自己的事。更何况这件事本就是一件有功劳又利于江山社稷的事，陛下定然不会介意。只是做事而已，又不是入朝为官，自然使得。妹妹想得周全，如此此事算是稳了。皇宫又到用膳时间，可御膳房的菜又被圣上给退了回去。不过后宫的人不知道，圣上是将中午尚未吃完的菜给热了热吃了。皇后听闻此事，随手摔烂手中茶盏，脸色阴沉的可怕。该死，居然用美食引诱陛下，那个贱蹄子真不能留。大殿内气压极低，宫里所有伺候的宫女奴才全都跪在地上。皇后宫里面的长侍公公见此，心下快速思量，小心相劝：娘娘息怒，您是万金之躯，莫要因为那个贱人气坏了身子。哼，那贱人本事惊天，都快骑到本宫头上来了，本宫如何息怒？皇后动怒，
显然，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儿，已然触动了皇后的怒火。朝堂一失，圣骑还未找到法子克制那贱人，如今那贱人倒是又想出了这种卑鄙手段来蛊惑陛下。这贱人可真有心机呀，连我都被骗过了，当真是好本事。娘娘莫急，那贱人不是会做菜吗？既然陛下喜欢吃，那倒是可以借此让他交出方子来。待御膳房的人做出同样吃食，陛下自然会高兴的。是啊，要是将方子讨来，一面交给御膳房，另一面拿给大哥，这倒是两全其美。哼，陛下喜欢的东西，那是他的福分，双手奉上才是明智。就不信那个贱蹄子敢拒绝。思虑片刻，皇后的脸色总算是好看些了。都起来吧。随后，压抑的气息很快消散，大殿又恢复了平静。翌日，朝堂有关江南突生虫灾一事，圣上当众说起，顿时大殿内吵杂了起来。在这充满纷争的声音中，柳清月思绪翻涌，隐隐的带着某种不可置信。稻田枯死，坚硬的外壳突然出现泛滥成灾，这莫不是那个东西？只是听那些大臣所言，这东西大周国从未有过，为何又突然有了？难道是人为？父皇，儿臣倒是想了一个法子，既然是虫子，定是怕火，不如让那些百姓将怪虫抓出来，用以火烧，想必那些害虫必会灭尽。陛下，那怪虫可有画像？容臣看看那究竟是何物，能不能烧制？柳清月，天下万物哪个东西不怕火烧？你这般质疑，莫不是有更好的法子？大皇子说的是，火烧的确可以治虫灾，只不过那东西突然出现，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那是何物，对我大周究竟有着什么危害，又为何突然出现？柳清月笑着抛出3个疑问，引人猜测。听柳大人这口气，莫非你识得那怪虫？陛下，臣在乡野也认识不少物种，只要有那虫子的画像，臣定能知道那会是什么虫子。只要确认那是何物，定会有一个简单的法子来除掉虫子。圣上听到柳清月这话，就让人将那虫子的画像拿给了柳清月。柳清月看到上面那图，心下大喜。哼，是这个东西，小龙虾，我的金疙瘩。柳清月心思翻转，面上却是静无波澜。陛下，臣认得此物，此物名叫小龙虾，专食稻苗，挖洞堤坝，繁衍能力超强。若是不立刻采取措施，不过半年时间，江南便会无粮可吃。柳清月这话让满朝文武皆是一惊，即便是不满柳清月的大皇子，此刻神色也受到了不小的震惊。柳清月，此事当真？回陛下，臣所言千真万确。不过好在发现的早，臣有法子让那东西快速消失。不过那东西喜欢水，产卵无数，且繁殖能力强，日后多少还会有。不过彼时那东西已然对庄稼构不成威胁。这话不能说得太满，小龙虾本身的繁殖能力就强，很难让它灭绝。柳清月，你都说了那东西会毁坏庄稼，你的法子又不能全部杀死，怎么就威胁不了庄稼？一边说自己能行，又一边说不能全部杀死，这个贱人，这是给自己找借口，他根本就没法子。殿下，敢问你那火烧之法，可能将那水里的卵全部烧死？皇子被问住，这贱人真是会见缝插针。陛下，臣敢以性命保证，将那虫灾交给臣来处理，今后即便有那虫子，也不会威胁庄稼生长。等那个时候，那东西都不够塞牙缝的，怎么还让他有机会祸害农田？柳大人，这虫灾一事的确重大，不过柳大人身上责任重大，这治理虫灾一事，不妨你将法子说出来，陛下自会安排人前往。江南之地，大皇子的地盘，丞相这话似乎有点怕我前往，这是为何？丞相你误会了，下官是要治虫，只不过无需下官亲自前往，下官愿意出工钱运费，请人将那些怪虫运到京城来。柳清月这话让丞相放下心来，不过很快他又涌入不解。运到京城，这是为何？柳大人，你将那东西大费周章地运来京城，寓意何为？你难道不知那东西会袭击人吗？这时三皇子站出来质疑，这个贱人又在耍什么花招？我可不认为这贱人真的没有私心。通过这段时日来看，这贱人每次出击均是有利可图，不是给自家人忙着升官，就是用东西来迷惑父皇。这贱人绝对没安好心。香文景看到这里，不禁也因为柳清月往日的模样，心下有了猜测。
大费周章的将虫子运到京城来，若无利可图，那丫头应该不会如此大方吧？自己出弓箭，这丫头又在打什么主意了？殿下要是质疑此事，那便自己处理虫灾吧。下官以性命保证此事，却又遭来质疑，如此，那便交给诸位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既然质疑，那便自己来做，我也乐得清闲。柳青月此举打了三皇子一个措手不及，有气也只能忍着。没想到柳青月会说出这话，毫不留恋地放弃这份差事，这是让我难堪。三皇子只觉得自己被柳青月摆了一道，似是打脸，重重地给了他一巴掌。察觉到了父皇那凌厉的视线，三皇子连忙辩解：柳大人，你莫要误会，我不过是为京城百姓担忧而已。既然你有本事，又当着父皇的面承诺，此事你不做，谁又能胜任？柳青月看着三皇子这憋屈又恼怒的模样，心下冷笑：哼，叫你逞能，活该受气。随即目光转向高位，恭敬道：陛下，尚且不知我大周其他地方会不会有这小龙虾，为方便管理，求您下一道圣旨，大周境内所有龙虾皆由臣来负责，旁人不得插手，以免那东西扩散。丞相等几个与柳青月有过节的大臣听到这话，总感觉这话似乎哪里怪怪的，但是却又说不出来是哪里奇怪。圣上也没听出柳青月这话中的异样，看着柳青月这大公无私的模样，倍感欣慰，好一顿夸赞柳青月，赏赐了些许金银珠宝，这才当众下旨。旨意下达的那一刻，柳青月脸上逐渐染上了笑容。要发财了。比较棘手的事情处理完毕，大殿恢复了严肃。之后禀报的事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了。来朝堂这么久了，除了江南突发虫灾一事，好似并未出现过什么大事。是大周国泰民安，还是根本没人上奏？先前那个黑风寨直到现在都不曾上奏朝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有机会得到其他地方瞧瞧看。很快朝会结束，柳青月忙着处理小龙虾一事，在圣上离开大殿之后，便先一步走出朝堂。柳大人，我们主子请你一叙。说话的是何贵妃身边的宫女，柳青月也认识。抱歉，今日本官奉陛下之命要前去办差，不知贵妃找我有何事啊？柳大人，贵妃娘娘昨日巧遇皇后娘娘，皇后也想要那面霜。哦，柳青月听到这话，眉头微挑。这是贵妃有意给她宣传，还是说皇后有意别的？回去告诉你家主子，这事我知道了。明日我便将东西给皇后娘娘送去，让她不必操心。宫女得到了准话，微微施礼，人便离开了。那宫女前脚刚离开，后脚萧文景和柳清风就过来了。我母妃找你。萧文景看着柳青月，眼角带着些许笑意。没想到短短10日，这丫头竟能让母妃另眼相待，更是因为她，还将我那个表妹责罚了。也难怪当初这丫头不让我求父皇，原来她从一开始就有把握。不过是传个话而已，正好你手里可有靠谱的人。原本他是想将所有事情都全部写下来再找萧文景的，但是此刻遇到了，顺便就将这事儿给安排了。月儿需要自然有。说完此事，3个人便一同往外走。大皇子等人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目光冰冷。大哥，你说那贱蹄子将怪虫运到京城作甚？三弟这太傅言传身教，没有猜到。三弟这点墨水又怎么能比得上大哥才略？那贱蹄子阴险狡诈，我等不得不防啊。那依三弟所言，有何妙招？妙招倒是算不上，只不过我们可以派人前去瞧瞧，以防那贱人阳奉阴违。听到三皇子此话，大皇子的眼中闪过一抹暗芒。既然不是什么妙招，那还是等有什么妙招的时候再说不迟。说完，大皇子径直离开。与此同时，驿站，今日朝堂上的事已经传入了瑞世子的耳中。此事当真？回世子，此事当真？那贱人用人头作保，说有法子处理那怪虫，并且还让陛下下旨独揽这差事。那贱人当真是奇怪，居然要独揽整个大周所有的怪虫。难道他不怕出岔子掉脑袋？小姐，宫里来人了，让您去一趟前院。谁的人？是皇后的人。啊？柳青月皱眉，皇后找她，哼，也不知那老妖婆找她有何事。
柳青月也没再多问，直接往前院走去。正堂内，老夫人和柳大夫人正坐在上首和下首的位置，一位公公坐在另外一个上首的位置，模样很是冷傲。片刻的功夫，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很快柳青月便走了进来。祖母娘，这是啊，月儿啊，来，这是皇后娘娘身边的长侍公公，你原来是皇后娘娘身边的长侍公公，不知公公来我将军府所谓何事？柳青月一副从容，说着便随意坐了下来。哼，柳小姐好大的派头，居然让咱家好等。公公何出此言？你难道不知本官有要事在身？既然记不清我的身份，那只好提醒提醒他。趁着此刻耐心有限，多说两句。咱家来此，奉皇后娘娘之命，请柳大人进宫一趟，不知柳大人有何要事？这长侍公公说话也是巧妙，特意搬出了皇后娘娘来示威。他不信柳青月会有比皇后娘娘命令还重要的事。公公许是出宫早，不知道没关系。本官不才，今日又得陛下重用，处理江南虫灾一事，只怕这进宫一事，怕是要改日了。是吗？丫头，此事当真？祖母娘，当真。那圣旨我已经放入祠堂了，这为陛下办事是我的福分，我觉得低调点好。这话在寒舍某人，那公公的脸色微僵，知道今日是请不走柳青月了，便赶紧借口有事离开。柳青月从府中出来，直接便去了川味居。经过昨日的火爆，今日的铺子生意依旧如此繁忙。呀，稀客，瑞世子今日前来，这是身子骨硬朗了。柳小姐真是个妙人，居然本事这样大，本世子先前倒是小瞧了。瑞世子谬赞了，我们之间彼此。柳小姐可有空？不知本世子可有这个荣幸，邀请柳小姐喝2杯？瑞世子相邀，喝上一杯又何妨？里面请。给我送钱来了，又怎好意思回绝呢？本世子倒是没想到，柳小姐居然是将军府之女。本小姐也是没想到，你会是大梁世子殿下。最后几个字，柳青月说得极其嘲讽，但神色却是如常淡漠。既然是他，那他为何这般安静？不应该是对我恨之入骨吗？这贱人什么时候有这么深的城府了？柳小姐有着如今本事，先前怕是藏拙吧？本小姐若是不藏拙，又怎会发现瑞世子的真面目呢？柳小姐误会了，那日并非我本意，我们是同门，师父救我于危难，若非有苦衷，我又怎会如此？瑞世子说得委屈，但却也不让自己太过卑微，这模样好似他知道错无法弥补，又不想让人误会似的。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是将我当傻子，还是觉得自己演技好？没想到这狗东西居然会说出这种挑战我智商的话来。要不是想探出他的话，我恨不得将人给暴打一顿。原主的仇我可没忘，那不知瑞世子有何苦衷，竟会让你对我这个农家女下手？装，继续装，倒要看看这狗东西能说出个什么花来。师妹有所不知，我有一日下山办差，突然被一神秘人打伤，随后又被喂下一毒药，那人让我替他办一件事，否则……说到这儿，瑞世子又看向柳青月，瞧着对方神色依旧如此，言语迟疑。师妹，我知道你在恨我，毕竟是我伤害了你，你恨我也是理所应当，我不怪你。那日你扑向悬崖，我赶紧去抓，却还是晚了一步。好在我的属下找到了我便立刻让他们下去寻找，幸好你还活着。不得不说，瑞世子这番话可谓是情绪拿捏的极致，有愧疚，有释然，还有别的什么？你不是说你中毒了吗？那这毒……好在我们大梁国的鬼医也在，及时配出了解药，我才方能幸免。因为我是偷来大周，被人寻到，便又不得不回了大梁。幸好你没事。只是你有没有得罪什么人？那神秘人为何要你身上的令牌？听到瑞世子终于还是问出了这话，柳青月心下冷笑，我就知道他还惦记着那令牌，这东西明明是大周的东西，他一个大梁国的人却妄想得到，直觉告诉我，这狗东西应该知道些什么。想到这儿，柳青月面上微微思索，我就是一普通的农家女，
又怎么会得罪外面的人？况且那令牌是师傅所给，你也在场瞧着的。那个黑衣人神出鬼没，功夫高强，令牌一事你莫要让人知道了。令牌？我身上哪有什么令牌啊？那日师傅给我拿回屋子，那东西便不见了，我还以为是师傅收走了，便要去问，谁曾想路上便碰到了你。听到这话，柳青月原本平静的神色变了。说到这番话的时候，他脸上还隐隐带着恨意，就好似这仇恨他还记着，并不会因为瑞世子一番有苦衷的话而有所消散。瑞世子，你我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之人，定是有着不同的立场，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可饶恕的恩怨，即便你有苦衷，可依旧不能平息这之间的恩怨，你还是不要跟我攀关系的好。世子在听到柳青月前面的话时，心下惊诧，他不相信那令牌不在柳青月的身上，可碍于自己说出的言语，又不得不平息掉心底的质疑。柳小姐心思手巧，以前是我的不是，再次有缘相遇，倒是物是人非，你我都不同了。这酒便是赔罪柳小姐的。瑞世子既是赔罪，为何不自饮3杯？如此这才显得有诚意。瑞世子眸光微闪，可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自是没有退缩的理由。拿起眼前一杯，先干为敬。瑞世子没有任何犹豫，接连喝下3杯。看着3杯酒下肚，柳青月心下不由得冷笑，但愿他自己下的毒能够自己解开吧。敢在我面前下毒，真以为我不知？不是喜欢装病吗？正好可以如愿了。柳小姐如今的才华倒是让本世子震惊，差点都要以为你像是换了一个人。突然间你竟然会这么多本事，当真是让本世子刮目相看啊。瑞世子赞叹的意味深长，目光紧紧地看着柳青月，想要试图从柳青月的脸色上看出来些什么。你怎么来了？啊，原来是景王殿下，快快请坐。萧文景的周身散发着阵阵冷意，他也并未理会瑞世子，目光落在柳青月身上，缓缓走近，在柳青月身旁坐下，才开口道：瑞世子的病好了？这家伙好像不高兴啊，是有别的什么事，还是看到了我和瑞世子一起用膳？殿下说笑了，您请白神医为我看诊，这病自然就好起来了。萧文景带白神医给这狗东西看诊，这是为何？拆穿还是试探，亦或是其他什么？柳青月心下不解，可知道某人应该是有些不高兴了，便主动伸手握住了萧文景的手。换作是我要是见到这家伙同一个女子用膳，想想居然也有一丝不舒服。或许这才是恋爱。瑞世子今日做东，莫要辜负了他这一番心意。柳青月适时开口，说完手上微微用力，给萧文景做暗示。他不能让这家伙坏了这难得的氛围。虽然萧文景也不知道柳青月打的是什么主意，可是看在他这么主动的份上，便也没再多说什么。既是瑞世子做东，本王也是赶巧，那便多谢了。先前本想敬柳小姐一杯的，既然王爷来了，那便敬王爷一杯。瞧着某人就要伸手去拿那杯酒，柳青月眼疾手快，先一步抢了过来。你身子不好，不能喝酒，你忘了？柳青月责备式的口吻说教萧文景，面上一本正经，可袖子下的手却是一个劲儿的捏萧文景，给他示意。还不等萧文景开口，柳青月就立刻看向对面的瑞世子，只道：我不胜酒力，只此一杯。说完，柳青月一口饮下，干脆利落，毫不洒脱。景王身子不适，那这就有意思了。一顿饭，3个人吃得心思百转，劲不相同。直到瑞世子离开，萧文景才问出了一直想问的话：那酒你为何不让我喝？因为那酒不干净。你说那酒里有毒，那你为何要喝？啊，你放心，我没事，那只是容易让人犯困的迷药罢了，我已经吃过解药了。迷药？什么迷药？那人莫不是想要对你做什么？你误会了，那是可以影响人心智的迷药，不是让人立刻就睡觉的迷药。我是大夫，我还不清楚吗？当然，为了避免萧文景好心办坏事，柳青月又补充了句：那人敢给我使诈，我定然也不会放过他。当然，我那么针对大良人，或许那狗东西想让我身子有恙，不再出现在朝堂，有可能大良人还有没有使出来的招式，
月儿，即便是这样，日后也不许你这样。柳清月瞧着萧文景神色平静了些，心下总算是松了口气，也没有再说其他，随意闲聊少许时间，柳清月便将人给送走了。重重地呼了口浊气，这才前往另外2个铺子。这边坐着马车离开的萧文景脸上又染上了生人勿近的冷意。对于今日瑞世子之举，萧文景始终无法平静，于是他冷冷地吩咐了声：刘云，速速让白神医给瑞世子瞧瞧身子，敢给丫头下药，让白神医给他扎几针不过分吧？要不是丫头反复叮嘱，定要严惩。马车外面的刘云听到主子的吩咐，也没敢怠慢，立刻调转马头，匆匆往一处而去。瑞世子，我家王爷惦念世子身子有恙，故而请白神医为你诊治，还请瑞世子莫要推辞。刘云侍卫，这里是驿站，虽然这是你们大周的地盘，可也不能不知礼数吧？什么诊病？昨个说瑞世子这是在装病，今日却又来说诊病，这分明就是找事来了。刘云冷眼瞥了一眼齐红药，并未理会，而是又将方才的话扬声说了遍。你们家主子倒是有趣，先又说本世子没病，今日却又要给本世子诊病。本世子倒是不知，本世子的病要景王殿下说了算。瑞世子要是没病，又怎会咳个不停？还是莫要浪费我家王爷的心意。既然如此，本世子今日忽然有些不适，那便有劳白神医为我瞧上一瞧了。有劳世子伸出手来。白神医什么时候成了某人的爪牙了？瑞世子生龙活虎，又为何甘愿来大周当质子？这些人的嘴可真令人厌恶。白神医唇角微勾，老神在在地开始诊脉，察觉到瑞世子体内的变化，心下惊叹不已。那丫头当真是好本事，要不是我道行深，都要被这脉象给糊弄过去了。这狗东西中了那丫头的毒，一种可以令废气虚弱的毒，表面上看似是因为上火导致，实则是因为中毒。哎呦，丫头好本事啊，将解噬魂散的解药变成了一味毒药。这狗东西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吧？难怪景王让我来给这狗东西诊病，原来这是没安好心啊！你这身子中了毒，不过又解了，今日又吃了些辛味，犯了肺阴，这才引发咳疾。果然是江湖神医，连我今日吃了什么都看得出来，就是不知萧文景让他过来究竟是为何。瑞世子身子有恙，我奉命而来，有劳瑞世子脱去长衫，我给你扎几针。面对王府侍卫的气势，瑞世子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那针也稀稀疏疏的全都落在了自己身上，但也不知这是不是有意的，每一针不仅痛感强烈，还伴随着瘙痒，令人瘙痒难耐，心情烦躁。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后，白神医拔下银针，瑞世子身上的瘙痒消失，可还未感觉到身子的舒畅，一股困乏便席卷周身，眼皮沉重，立刻瘫软了下来。你们家世子今日身子受损，这几日会比较虚弱，需要多休息。翌日，朝堂安稳，难得平静。除了陛下宣布明日在后山狩猎一事，今日的朝堂平静的无任何波澜。朝会结束，柳清月先一步走出大殿，朝着后宫走去。皇后娘娘，听贵妃娘娘说，你也需要那能让人变年轻的面霜。昨个臣为您寻来了，今日特意带了过来。柳清月说着，便从怀里拿出2个面霜来，不过却并未呈上。柳清月，既是给本宫的，还不快呈上？娘娘莫急，您是皇后娘娘，身份贵重，所有东西还是先查验为好，免得出了什么问题，到时说不清了。柳清月，你放肆！竟敢说本宫宫里的人手脚不干净！你皇后娘娘，你误会了，臣敬重您和陛下，就是臣铺子里的吃食装入食盒前，臣都是亲自查验，确保万无一失的。更何况这霜是臣寻来的，自然是要以皇后娘娘为重，请太医过来查验，臣才能安心交给娘娘。柳大人不愧是陛下眼前的新贵呀，什么事都想得如此周到。语气虽重，但是也听得出阴阳怪气。皇后说完，便命人传太医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既想变好看，又想卸磨杀驴。心性不稳，迟早倒霉。来人是太医院副院判，看官服，柳清月认了出来。柳太医，瞧瞧柳大人手里的霜，看看可有什么不妥。
柳清月将2瓶霜给拿出来，交给刘太医，但嘴里却是补充了句：“刘太医身为太医院副院判，这本事定然不在话下。这霜是本官从白神医师姐手中寻来的，刘太医可要查验清楚啊。”那白神医性子古怪，医术却是极为高明，原本是行走江湖的，却不知为何甘愿留在景王府。有好几次陛下想要让那白神医留在宫里，但那人不识抬举，不愿留下。只是这白神医什么时候有个师姐了？他手里的东西来自白神医的师姐，那我还怎么查验呢？刘太医，你赶紧检查，东西在你手上呢，你这是要往哪里看啊？柳清月微冷的目光看着那刘太医，那目光极为犀利，似是要看穿刘太医心中的所有，吓得刘太医一个哆嗦，慌忙打开瓶子开始查验起来。这白神医什么时候有个师姐了？柳清月，你莫不是唬人的？皇后娘娘，你有所不知，这白神医的确有一师姐，其医术在白神医之上，只不过那师姐行事低调，不愿被人议论。哦，对了，白神医和他师姐倒是开了一个医馆，今日正好开业，若是皇后娘娘有疑问，大可以派人前去瞧瞧。柳清月说的有鼻子有眼，很难不让人信服。只是不能拿这霜做文章了。贱蹄子，当真是好本事，竟然有如此防备之心。娘娘，这面霜那白神医说了，都是采用极其珍贵的药材制作而成，不仅补水保湿，还抗皱减纹。白神医说您是皇后娘娘，乃一国主母，只收您药材成本和制作成本费用即可，正好2瓶2000两。什么？2000两？就这2瓶霜？我是大周皇后，难道不应该孝敬给我？皇后娘娘莫要觉得不好意思，白师姐用的可都是上好的药材，一文钱一分货。当初贵妃娘娘买这东西也是花了这么多银子。您看看贵妃娘娘的面容，是不是年轻了许多？顿了顿，柳清月又继续发挥她那3寸不烂之舌。娘娘，您身份贵重，白神医可不敢用几十两的成本药材给您制霜。您是我大周的皇后娘娘，岂是那些普通女子能比拟的？这个贱蹄子真是生了一张巧舌，竟敢跟我耍心眼，今日倒是长了见识了。容这样一个人留在那人身侧，当真是一把利剑呢。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一时间，皇后心思百转，想到接下来要说的事儿，硬生生的将这股憋屈给吞了下去。让嬷嬷将银子取来，这件事才算结束。柳大人，你心思手巧，做出的吃食更是一绝，让陛下好不喜欢呢。你身为臣子，陛下能吃你铺子里的吃食，乃是你的福分。如此，你是不是该有所表示？娘娘您提点的是，臣身为臣子，的确该孝敬陛下。赶巧，臣也是这么做的。陛下的吃食，臣从未收过银子，也不敢收银子。皇后的目光复杂，内心很是愤怒，一双眼睛似乎快喷出火来了。娘娘，您怎么了？可是臣哪里说的不对？柳清月，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陛下政务繁忙，却还要派人出宫打包膳食，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呢？还不快将那些菜的方子交给御膳房的人！皇后娘娘，您这话臣就听不懂了。您这是想逼臣拿出方子？柳大人，你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本宫不过是提醒你，何来逼迫一说？况且你身为臣子，区菜品的方子而已，孝敬给陛下乃是你的福分。难不成你对陛下的敬重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吗？瞧瞧瞧瞧，这话说的多好听！要不是我是个成年人，恐怕都听不出这话是道德绑架。敢道德绑架我，哼，那我也不装了。娘娘既然想要我们将军府的家产，那便去拿吧。陛下喜欢我那铺子的膳食，是臣的福气，臣也当众承诺陛下随意他吃任何菜品。可陛下从未说过要臣交出方子一事啊！臣那小小铺子入了皇后娘娘的眼，臣无力守护，你拿去吧。柳清月情绪激动，好似那方子就是她的命，以至于说完这话，呼吸忽然间急促了起来，脸色一白，直接瘫软在了地上，好似突发什么疾病，模样很是令人惊恐。这柳大人这是怎么了？柳清月，你放肆，竟敢装病！臣还有要事，皇后这般对臣，
那便同臣一起承受陛下的怒火吧。很快，一个冷峻的身影走了进来。月儿，你怎么了？萧文景的声音听得出他很慌乱，一句话问完，却又不等柳清月开口，目光又看向了皇后。娘娘既然想要我们将军府的家产，那便去拿吧。陛下喜欢我那铺子的膳食，是臣的福气，臣也当众承诺陛下随意他吃任何菜品。可陛下从未说过要臣交出方子一事啊！臣那小小铺子入了皇后娘娘的眼，臣无力守护，你拿去吧。柳清月情绪激动，好似那方子就是她的命，以至于说完这话，呼吸忽然间急促了起来，脸色一白，直接瘫软在了地上，好似突发什么疾病，模样很是令人惊恐。这柳大人这是怎么了？柳清月，你放肆，竟敢装病！臣还有要事，皇后这般对臣，那便同臣一起承受陛下的怒火吧。很快，一个冷峻的身影走了进来。月儿，你怎么了？萧文景的声音听得出他很慌乱，一句话问完，却又不等柳清月开口，目光又看向了皇后。母后，不知柳大人犯了何错，竟让你不顾礼法，乱用私刑。本宫并未乱用私刑，是他自己。母后还是留着跟父皇解释吧。柳大人身上有皇命，这误了父皇的事，母后还是想想怎么请罪吧。萧文景霸气打断皇后的话，抱起柳清月大步离去。丫头都已经这样了，居然还敢狡辩，当我眼瞎呀！皇后第一次感受到了百口莫辩，看着萧文景大步离开，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贱人，竟敢阴本宫，本宫跟你势不两立！萧文景抱着柳清月从凤仪宫出来，便直奔太医院。因为太过慌乱，以至于他忘了柳清月自己就是大夫。王爷，我没事，我是装的。萧文景紧张的步伐忽然一顿，目光看向柳清月那张苍白的小脸儿，有些没能反应过来。这丫头刚才说了什么？我没事，送我回去吧，等会儿我就好了。这丫头说她在装病，休息一会儿便好。想明白这点，萧文景目光骤冷，也没说话，来到宫外。而萧文景这突然的气势变化，让柳清月忽地紧张了起来。完了，这家伙生气了。昨日责备我喝下了药的酒，今日我又给自己下药震慑那老妖婆。完了，我似乎撞枪口上了。这边何贵妃宫里，娘娘不好了，柳小姐被皇后刁难，陛下抱着柳小姐出宫去了。什么？皇后竟然是刁难柳丫头？那柳丫头怎么样了？我皇儿她没有大开杀戒吧？柳丫头那个刀子嘴怎么能让皇后欺负了去？是那皇后动了私刑还是怎么的？景儿怎么会抱着那丫头？娘娘，柳小姐似乎身子有些不适，不知道是不是皇后娘娘动了私刑。奴才瞧着柳小姐的脸色有些惨白，殿下一时怒火，斥责了皇后。今后不许以身涉险，敢自己给自己下毒，这丫头的聪明劲去了何处？那可不行，皇后想用权力强迫我交出菜方，我虽然占理，但权力有限，不想跟她废话，只好拉着她一起垫背。来人，王爷，属下在。告诉我父皇，皇后寓意逼迫柳大人交出菜方，动用私刑。柳大人受惊，突发急症，恐影响身上差事，敢打丫头的主意，看来他的日子有些清闲了。马车外面的刘元听到主子这话，忽的就打了个冷战，不敢怠慢，立刻朝着皇宫而去。御书房，此事当真？此事当真。柳小姐似乎身子有恙，恐不能行走。静儿都是抱着她出宫的，瞧着那着急的模样，定是那丫头有了什么好歹。来人，传皇后过来。威严的声音震彻整个大殿，让一旁伺候的长公公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陛下这是生气了？等待的时间里，整个大殿都充斥着低气压，令人惶恐。贵妃坐在一旁，小心伺候陛下，可心下却是一片清明。当初皇后想用柳清月来阻断皇儿的助力，或许怎么都没想到，这柳家丫头竟是如此能耐，居然成了陛下门前的近臣。今日有此一举，
想必是因为柳丫头近日的举动而乱了分寸。不过也好，终于是被我们逮到了机会。陛下可是一直等着呢。很快，皇后便来了。陛下，您找臣妾前来，所谓何事？皇后找柳大人所谓何事？朕倒是听说柳大人身子不适，是被景王抱着从你的宫里出来的。陛下冤枉呀！柳大人给臣妾送护肤霜，臣妾也不知他为何突然身子不适，臣妾还未来得及宣太医呢，景王便闯入了臣妾宫里，还请陛下明察，妾身什么都没做呀。哈，皇后娘娘此言差矣。我宫里的人随景儿前往这凤仪宫，可是听到了柳丫头怒斥皇后动用私刑，想要逼迫她。景儿心急，那丫头这才冲入，竟不曾想柳大人瘫在地上，脸色苍白。要是未动私刑，那丫头好端端的去你宫里，又为何那般狼狈？敢妄想给我皇儿身上泼脏水，还真的是打的一手好算盘。我这个贵妃往日不争锋，也并不代表我是真的会怕你。陛下，景王府流云侍卫有要事禀报，说是事关柳大人被动用私刑一事。胡说，本宫没有。圣上复杂的眼眸闪过一抹深沉，看了一眼皇后，摆了摆手，让侍卫将人带进来。片刻等待，刘元进来了。陛下，皇后娘娘逼迫柳大人交出酒楼的方子，柳大人不愿。住口！休要污蔑本宫，本宫没有。皇后娘娘，不要以为你将大殿里的污秽之物处理干净便可以不认了。柳大人被您逼迫，索要将军府养家的菜方子，柳大人受惊，这才突发急症。若非您想动用私刑，柳大人好好的又怎会突发急症？皇后恼怒的神色闪过一抹不自然，还想辩解，却听到了圣上不耐烦的声音：“查，朕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陛下终究是偏心的，居然不相信我，他好狠呐！片刻等待，几名侍卫押着几个宫女和太监进入大殿。陛下竟然对我的人动用私刑，好啊，好啊！今日我总算是看明白了，这个贱蹄子不能留。圣上发问，几个奴才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地将此事给说了仔细，连同宋霜意图日后想嫁祸柳清月一事也说了出来。这下人证物证确凿，皇后抵赖不得。虽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却也不是什么小事。圣上斟酌再三，禁足皇后1个月，抄写宫规，罚俸半年。很快，这件事情在宫外也掀起了波澜，特别是丞相府和荣王府，一个是母家，另一个则是皇子。同样，与丞相府亦敌亦友的太傅府，虽然也引来了不少喧闹，但是比起其他世家，倒是多了一丝平静。今日宫里这事，外祖舅父怎么看？柳家女迟早是祸患。爹，那贱人如今深得陛下信任，又性子狡猾，就是皇后今日都被他摆了一道，如此怕是有些难呐。秦大人这番话让几人神色都凝重了起来。陛下似乎有意削弱丞相府的权力，虽然从未说过什么，可这几年来倒是对皇后及丞相府冷淡了不少。朝堂多是丞相的人，这陛下是明君，看在眼里，多是睁只眼闭只眼。可今时不同往日，天下太平，二皇子回归朝堂，柳家又出了柳清月那么一个女子，这平静的朝堂忽然被打破，陛下自然有了心思。殿下，那罪人得罪了皇后等一干人等，以丞相和太皇子的手段，又怎会饶了那贱人？不如我们坐收渔翁之利，看着他们两者之间相斗。秦昊想得简单，当然也没错，但他的声音落下，三人均是摇了摇头。为何不可？朝堂不是战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事关前程。一旦那景王得到先机，我们便不会再有机会。外祖，其实你也不必这般沉重。以荣王和丞相的性子，两人必定会有一人动手。倘若我们借机搅乱这方水，彼时谁又能知道一定是景王占据上风呢？殿下有何见解？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被众人议论纷纷的柳清月根本就不在景王府。此刻的他一身白衣，轻纱遮面，安顿好美颜堂，便又匆匆地前往医馆。医馆在朱雀大街，位置当道，是白神医早些年间买的铺子，如今收回，直接改成了医馆。而医馆内所有也都是白神医忙前忙后，柳清月既没出力，也没出银子，落了个自在。白神医，
你不忙？你来了。柳青月慵懒的目光环视了一圈铺子，随意坐下，拿起茶壶，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杯茶，好似并无他事。这丫头今日有些反常，该不会是憋着什么坏吧？稳住阵脚，白神医试着开口：“姑娘这个时候来的正好，今日开业，就等你来接牌。”你都知道今日开业，这都50了，为何没有接牌？姑娘，你有所不知，这接牌仪式得由东家亲自来接，方才彰显诚意。本小姐不信那些，赶紧将红绸接了，免得误了人看诊。柳青月快速说完，便喝起了茶。啊！白神医微愣，没办法，只得出门将红绸给接下。神医医馆，这丫头倒会用我的名声。接下红绸，白神医转身走进铺子。日后要是有人问起本小姐的身份，你们只说是白神医的师姐即可，旁的什么都不要说。姑娘，这事儿你是不是该同我商量商量？我好歹是天下名医，你用我的名头，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你的感受？也好，正好几日没动手了，顺便试试。你，算我倒霉。自从遇到景王，我的日子再没潇洒过。如今遇到这丫头，这日子怕是到头喽，动不动用武力威胁我。可恶，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心黑，上辈子一定是造了什么孽，今世才这么苦。一日的时间过得很快，喧闹的京城终是在夕阳的余晖下归于平静。柳青月踏着余晖，神情歉意地回到了刘府。小姐，您终于回来了，老夫人他们可都等着你回来呢。还有，今日宫里送来了一些东西，是陛下安抚您的，老夫人将那些东西送了过来。柳青月听到两人禀报，目光在那些赏赐物上流转了一圈，随后转身去了前院。今日的动静应该很大吧？前院正堂，柳老夫人、柳大夫人还有柳清风三人正坐在屋子里。祖母娘，妹妹定不会有事的，或许她因为什么事绊住了脚，这才一直没有回来。你们要不回院子休息？柳清风说得平静，对于自己妹妹身子有恙一事，他是压根儿不相信。他现在唯一担心的便是这件事之后可能带来的后果。妹妹身手了得，又舌战群臣，怎么可能受皇后逼迫而突发急症？别说我不信，就是那些朝臣也不相信。一眼就可以看破的事，那丫头为何多此一举？一番劝慰的话说完，外面便传来脚步声。祖母娘，大哥，我回来了。哎呀，丫头啊，你没事吧？月儿，你身子哪里不适？妹妹，你可还好？祖母娘，我没事。白神医医术精湛，给我扎了几针，我便好了。丫头啊，你这身子平日里都好端端的，为何会突然发急症？那白神医可有瞧出什么来呀？柳青月便一副坦诚的模样，有问必答，只说他的身子是早些时候留下的隐疾，不过今日在经过白神医的调理后已然稳住，再调理几日，这隐疾便可痊愈。就这样，几番言语说完，不仅打消了两人心中的担忧，还让两人回屋子休息去了。妹妹，今日这事你莫不是有意？你说的对，今日这事儿的确是有意的。妹妹，你可知你这样做的后果？得罪皇后而已，又不是得罪陛下，能有什么后果？更何况皇后还看中了我的菜方子，我的东西怎么可能拱手让人呢？未免麻烦，一劳永逸，我觉着可行。妹妹，你拒绝皇后没错，只是你往日做事都挺聪明的，今日怎么就想了这么一个笨办法？与皇后一派的人已然得罪，即便没有今日，丞相等人也不会善罢甘休。我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我本身有意摆皇后一道外，更重要的则是想验证一件事。什么事？大哥，你也是上过早朝的人了，如今朝堂局势你可看得明白？皇子都已经长大，为何陛下又没立太子？妹妹，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他知不知道这是陛下的禁忌？曾经有人提议陛下立太子，结果被陛下抄了家，至此以后再没人敢提立太子一事，即便是有，那是旁敲侧击，不敢直言。妹妹当真是什么都敢说，唉，迟早要被妹妹这放肆的言论吓破胆。大哥，就你这胆子， 你以后还怎么统帅大军啊？得，我这妹妹真是越说越离谱，
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与大皇子一脉的人已然结下过节，即便是没有今日一事，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而今日之事，不过是将阴暗的东西逼迫到了台面上。即便是他们想要报复我，但也要多掂量掂量，寻一个万全的法子才行。那你想要试探什么？皇后不得圣宠，那是因为丞相一派权势滔天，圣上早已忌惮，尚无由头，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初入朝堂不久，但多少看出了些端倪。陛下是明君，励精图治，有着壮志雄心，但朝堂中的某些人权势太大，又腐朽老道，借用江山社稷之忧，规劝陛下做事，满足私欲。就拿那山匪一事而言，朝堂上竟无此事，这足以说明有些人的手遮盖了蓝天。而我的出现正好打破了这一看似和谐的朝堂氛围，从而成为陛下的近臣，替他出头。妹妹，亏你还是大哥，你还没有陆青州沉稳，人家可不会像你这样将什么都表现在脸上。那陆青州怎么可能有我沉稳？我不过是担心隔墙有耳。妹妹，你说话还是小心些为好。夕阳的光辉说散就散，不过一会儿的功夫，西边的余晖便散尽，天色也立刻暗了下来。荣王府内，属下失职，求殿下惩罚。文下去令罚，抓不到贼人，惩罚加倍。荣王的怒火，一众侍卫再清楚不过，慌忙点头退下，迅速恢复安静。接着，荣王的目光落在那剑矢上，那里面夹着一张纸。目光环视一圈，缓缓走近，察觉没什么异样，这才拿下上面的纸，将纸打开，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几个字。可看着那几个字，荣王的神色微惊。岂有此理！那个贱人居然隐藏得这样深！荣王思虑片刻，起身走进里间，隐隐有什么动静响起，之后归于平静。清晨，柔和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万物也在这一刻开始苏醒起来。今日狩猎不上早朝，为期2日，2日过后，大梁使臣便要离开。柳清月难得不用早起，多睡了半个时辰后，就开始了今日的锻炼。每逢狩猎，凡朝中3品以上的官可以携带女眷一同前往。柳清风如今已是3品将领，有资格携带家人一同前往。等一切都收拾完毕，柳清月便准备出发。可是刚一走出柳府，柳清月就瞧见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姐姐，您参加狩猎可不可以带上嫣儿啊？嫣儿保证绝对听你的话，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既不乱说话，也不乱动。来人是柳如烟。今日的柳如烟稍作打扮，少了几分张扬，多了一丝简朴，说话的模样更是友善的出奇。这人是柳如烟没错，只是柳如烟一家人中了我的毒，为何他现在好端端出现在了这里？不仅如此，还这么好声好气的跟我说话，这般反差，就是个瞎子都能看出来这里面的古怪。过了一会儿，柳清月收回打量的目光。你爹和你大哥不去啊？姐姐莫不是忘了，我爹他尚且没有这个资格参加。姐姐，我们如今分了家，我们二房没落，比不上将军府。嫣儿自知我们天差地别，但嫣儿不想被爹娘拖累，想为自己搏一个前程。这恶劣的演技妄想骗过我，借口物色未来夫君来打消我的疑虑。在他眼中我有这么傻？算了，柳如烟得贵人相助，便是他不带着，那背后之人或许也会将人弄进去。顺口应下，让这蠢货降低防备，岂不是更容易知道背后之人？带你见见世面也不是不行，记住你说的话。听到柳清月答应带自己去，柳如烟一喜，赶紧连连点头，保证自己会规规矩矩的。柳清月并没理会，正要上车，这时一辆奢华的马车从前面巷子拐了进来，是景王府的马车。你上车吧。朝着柳如烟撂下这么一句，柳清月便头也不回地朝着景王府的马车走了过去。幸好这家伙来了，那柳如烟演技太假了，我真怕会忍不住动手好好调教。柳如烟站在原地，看着柳清月坐上景王府的马车，卑微的目光不知何时已然染上了阴毒之色。狩猎的地方是在皇家后山，从北城门出去便是。因为是皇家狩猎场，
通往山上的路都进行过修整，平坦如官道。马车内，萧文景慢条斯理地剥着荔枝，可刚刚剥好，某只小手就准确无误地拿过，一口塞进小嘴，惬意地看着马车外面。接连几次都是如此，但这次萧文景没有再剥了。但那只小手探过来之时，萧文景伸手一把揽过柳青月的腰身，微微用力将人带入了自己怀中。然正是这样的举动，却是触发了意外。柳青月先前伸出的左手还未来得及收回，直直撞上了一物。那是青月。柳青月白皙的脸颊刷得通红，慌乱的想要挪开，可却发现自己的腰身压着那只闯祸的左手。只是正是他这慌乱的举动，柳青月明显的感觉某人那里起了变化。嗡的一下，柳青月脑袋一空，有些不知所措了。是不是闯祸了？萧文景也没想到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僵硬的身子还未来得及反应，某个不安分的小手还在那儿乱动。欲望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愉悦，快速涌入心头，直逼脑门。没有犹豫，身随心动，低头含住那抹朱红，快速索取。